嘿，今天玩玩具了吗？是日本原作，但最后完整版权在海外哦，重新制作并重新创造经典，应该算是啦。本集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Realbot 圣战士 Voltron》，登场于作品《圣战士宇宙防卫队》，是2016年由梦工厂与几家动画公司联合制作，与 Netflix 播放共8季的动画作品哦。叙述一个邪恶的外宇宙巨大帝国，不断的侵略并摧毁其他外星的文明，而能够对抗他们的，就是传说中的守护者圣战士 Voltron。而新一代被选上的战士们将负起对抗这邪恶帝国并保卫宇宙的巨大责任。本作的故事依然有参考原始日本版百兽王 Golion 的部分架构，但因为并未像当初美版是掺杂另一个作品机甲舰队在里面，所以单纯就只有5只狮子哦。不过世界观与角色背景还是有做不同程度上的改编。本款的外盒相当大一个，和绘风格颇为符合原作的美式调性。黑狮子队长的专用机，因为是合体后的躯干，所以也是5只狮子里面体型最大的，单体的战力也是5狮里面最高的哦。是合体躯干构成，所以具有不少的合金含量，重手感不错。颈部因为也是合体后的颈部，所以头部的整体活动度算是不错，但缺点是下巴是空的。前脚跟部同时也是合体后的肩膀关节，后脚则是合体后的髋关节，加上前后肢也都具备足够的关节数量，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把玩性。当然腰部也是合体后的腰部啦，所以也可以活动哦。尾巴给了4节关节，另外因为可以转动，所以活动度提升很多。翅膀则是有3个方向可以调整。附属了双头刃一把，刀刃是透明零件哦，没有手可以拿，所以是叼在嘴巴里面。但这个大小好像直接用巨大身体冲击比较有效率呢。红狮与绿狮合体后的左右手担当，红狮是设定上速度最快的狮子，绿狮则是擅长逆中行动哦。两者的基本架构一致，因为是手臂，所以整体的尺寸比较小，同时体型也比较纤细。虽然是手臂结构，但依然有合金成分哦。主要是上半身的外壳部分，但总量不会太多。颈部并不能活动，只能靠头部本身的活动范围。不过整体的活动度并不会太大。嘴巴可以打开，下巴没有镂空。四肢的活动范围都算优秀哦，关节的数量都很足够。4组的脚掌都有做楔肌的设计，4节尾巴虽然没有很长，但活动性都很足够。红狮有一把叼在嘴巴的小刀，刀刃是透明零件。另外还有附属一门轨道炮，炮身相当有科技感，尺寸也相当不错，不过并没有互动配件。绿狮本身背上就有一块盾牌，盾牌的中间徽章是电镀零件，同样有嘴雕小刀，刀刃是透明零件。还有附属一门加农炮，设定上被这门炮轰到会促进植物生长，但没有互动配件。蓝狮与黄狮合体后的左右脚担当，蓝狮嘴巴喷出的是冰冻属性雷射，黄狮则是高防御力，但速度比较慢。两者的基本架构一致，因为是2只脚，所以整体的尺寸比较大，同时体型也比较粗壮哦。既然是腿部担当，那一定要有合金成分啦，大部分都在躯干位置。颈部上下2段关节超级硬，但不可以左右摆，多半是靠头部本身的活动范围。整体的活动度比2只手臂的狮子低哦。嘴巴可以打开，后到下巴超级抢眼啊。4肢的活动范围也都很优秀，关节数量都很足够。但前只脚掌没有斜方向可动，所以开脚的时候会变成内八哦。4组的脚掌都有阶梯的设计，尾巴比较长，而且活动度很够。蓝狮的雕嘴小刀比较大把一点，刀刃是透明零件，还有附属2门的音波炮，尺寸不小，不过没有互动零件。黄狮的背上本身就是一块重装甲，原作初登场就靠这一块挡了2发飞弹啊。同样有嘴雕小刀，刀刃是透明零件。
还有附属一块额外的推进器，大概是为了弥补速度比较慢的问题。另外还有前脚用的强化型大爪子可以安装哦，提升整体的攻击力。重新设计的武士美式风格更加强烈啊，但跟之前的隐形武士王风格不太一样，比较偏向近代美式动画的感觉，强化科技感，降低流线型。只是比较不理解为什么脚的2只狮子要是后倒嘞？是因为这样脚掌会比较稳咩？重点当然是大合体啦，先来变成脚胶，黄狮背上的装甲往上提一点，内侧凸起对准轨道后往内推，再把外盖也往内推。蓝狮就毫无难度把红色的装甲往上提就好。接下来2只的变形方式一样，脖子向上提之后，头部往上，接着把后脚跟给翻出来，然后把脖子往内推到底，前脚跟部要抵住这个点，脚踝护甲要对准这个槽，就可以翻折收纳完成啦。后脚会比较麻烦，弯折之后有色的部分要刚好可以收纳到本体的凹槽里面哦。整组后脚推进去，然后外盖缺口朝上，尾巴内推之后收起来固定好。末端的蓝色零件要拔掉收起来哦。最后把躯干给拉开。手手的部分，律师要先把盾牌给拆掉。接下来2只的变形方式都一样，上半身的外盖整个打开来，内侧的2个零件翻出来。前脚以反折的方式转进去身体里做收纳，接着把外盖给盖起来。2个圆形的零件只能往内靠哦，这边没有做固定点。后脚外装甲疑似喷射器的部分要朝下，接着把后脚反折，对准本体凹槽之后往内推收纳，接点翻盖后朝上翻到底。然后往下翻折的时候是要动到齿轮关节才是对的哦。最后躯干拉开，装上造型补件就好啦。黑狮前肢根部的外盖打开，然后把前脚凹折收进去。这边靠背一下，这个部位并没有做任何施力的凹槽，因此在逆变回狮子的时候，前脚超级难拉出来啊。所以我动用了工具，因此这边有损伤。收进去之后，外盖盖起来，转向之后往内推。最后外面的圆形外盖要拆下来哦。后腿相对简单啦，就是往垂直角度拉直拉撑就好。最后尾巴推进去收纳。腿部的结合比较麻烦，外盖用1只手指下压之后抵住，里面有一个固定槽，要把它往上拉。拉上来之后，就会抵住刚刚手指头下压的盖板，接着用拇指把后方的盖板往斜下方压住，然后黑狮后脚2侧的10字凹槽要对到2只腿内侧的凸点，扣住之后就可以把压住盖板的拇指给放开啦。这边感觉很松是正常的哦，所以拿的时候要抓住2只脚，2只手臂就直接插进去接点就好。黑狮的头向下压，后面的盖板盖上，下颚打开，上颚在刚刚头下压的时候就会稍微往下翻下来，就是脸部啦。最后把头顶的2只脚翻开就完成啦。圣战士宝闯，阿尔特雅王国在1万年前制造的巨大机器人，融合了该王国的科学技术还有炼金术。5只狮子都各自有意识，会由狮子本身来挑选适合的驾驶。驾驶与狮子的连接越强，越能够发挥狮子的战力哦。而当5位的驾驶意识合一的时候，就能够合体具有强大力量的宇宙守护者圣战士。虽然是合体机人啦，但就千子链来说算是很大只哦，头顶高有30公分，而且重量也相当有感哦。本尊来到了这么重啊！对照原设定，相当意外的，千子链这一次没有对外形做太大的修改啊。当然，身形比例的修整是在所难免，但整体来说并不是常见的大魔改风格，而且原设定看起来还比较消瘦
本款虽然缩小了上胸，但两侧反而是扩大了，所以看起来也比原设定来的粗壮。这次的配色因为比较偏向原作风格啦，所以亮度上来说非常的高，高到会看不太出来到底是塑胶成型色还是涂装啊。本体胸前有3块电镀零件哦，加上左手盾牌有4个地方是电镀，但我觉得蛮可惜的是，本体并没有任何地方采用透明零件，像是胸前的蓝色 V 字啊，或是飞翼的蓝色部位，若能够换成透明零件，应该可以有效提升整体质感哦。脸部的帅气度有到位哦，不过好像有点太突出了，如果能够缩进去一点会更好。整体身形变得粗壮，这个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加厚的双脚力量感十足，但也不会有太过壮硕，有机动性下降的感觉。不过结构上有些地方还是有点意见啦。手臂原本狮子前置的地方虽然有外形盖板，不过那个盖板并没有固定扣点，就是单纯放在那边。虽然它不会晃动啦，但感觉不太完整。背后的飞翼依照原设定抬举可以成为一个 V 字形，可是本款的飞翼关节仅能抬举至90度。再来就是双脚合体的关节啦，双脚都具有合金成分，所以颇有重量。可是与黑狮合体的扣点就单纯只有左右2处，而且为了提升膝盖弯曲的幅度，这个部分有做伸缩结构，不过却因为双脚的重量完全大于那个伸缩关节的保持力呀，所以拿起来的时候脚会往下滑哦。若是扣点松脱，就有可能整个掉下来，这点是我觉得结构上颇为致命的地方。头颈部是分件，但大部分的可动都是依靠脖子的关节。头部本身就是狮子头的可动关节啦，所以仅能上下。而且因为后面的盖板，所以抬头的幅度受限咯。当然也可以打开盖板，剧烈的提升那个抬头幅度，可是那个脖子会变得超长。身体是3节式，但是关节的虚位有点严重哦。腰部需要拉伸才能解放可动范围，可是水平转动会受限于那个收起来的尾巴。后仰跟前屈的幅度都不错，但会有断层。左右倾倒也会受限后面的尾巴。飞翼加上根部的连接点，总共有3个方向可以调整。手臂转动没有妨碍，根部要拉开之后才有前后的调整范围，但不会太大。水平抬举是齿轮关节，范围差一点到90度。上边的转动关节要转的时候，记得要按住外形补件哦，不然它会被转开。手臂弯曲，可惜就只有90度。拳头是狮子头，可动范围并没有提升。髋关节不是齿轮关节，很明显无法支撑住有合金的腿啊。根部可以往后翻开一点，大腿前抬举可以到90度。水平抬举范围相当有限哦，不能跨太开。大腿不能转动，但膝盖部位可以转。膝盖弯曲原本无法到90度，下拉之后就可以大幅提升弯曲的角度啦。脚掌的关节不在脚踝，比较接近胫骨，范围并没有太高，偶尔需要把狮子的脖子给下拉，配合转动狮子头来增加幅度。整体的可动幅度，严格来说就是个堪用程度啊。但重点还是下盘的关节保持力不足，所以要做大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困难。若要做比较跃动的动作，即使你用支架，依然会觉得不太稳固啊。翅膀拆下来之后，可以装上附属的外框，就可以变成盾牌啦。有附属2个接点，一个是直接装在手臂上的，一个是可以握在手上的。很有科技风的2把短剑，虽然是短剑，但其实没有很短。刀刃是透明浅蓝零件，因为2把都很轻，所以不会对手臂造成负担。但我这个2把都是弯的。很有科技风的1把长剑，但比较像是1把刀。刀刃也是透明浅蓝零件，因为比较大把，所以也比较重，但还是不会重到对手臂负担。然后我手上这1把也是弯的。线上商店限定有多一对展开的飞翼，看起来好像很杀，但我当时没有选择线上限定版，因为翅膀打开来好像真的很杀好像有点遗憾。本款不小一只，又不怎么便宜，但还是没附展示地台支架，牵制链小气巴拉。以美式风格重新诠释的百兽王，虽然现在因为版权问题尘埃落定了啦，以后基本上只能使用 Voltron 来称呼它。
不过这是全新设计带来的全新体验，个人感觉是比1999年的隐形武士王来的顺眼啦。至少那个剧烈的冲击感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一款真的太粗暴直接咯。本款外形原则上还是偏向原作风，产品的冲击感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或许我个人对千纸链还是有对外形上的期待，因此这得算是有一点小失望啦。虽然整体看起来还是蛮优的，不过本款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那个部分结构，身体的虚位是不太能够忽视的程度，膝盖合体的设计也应该有更稳固的方式啊。这些地方不免还是对整体的评价有比较大的影响哦。总之，不排斥美式风格武士王的人，之后也还有其他做合金完成品的厂商会出哦。不急的话，可以等看看，因为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倒也不是本款做的差啦，只是确实也没有优秀到非马上入手不可。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